是来台湾第二天大早哈，我们就跑到医院去了，帮助Leo看看他这个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很多事情我之前没有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也是关于到个人的身体的健康这些隐私啊。当然Leo也很不在乎啊，他让我来跟大家分享。只是我呢，其实很犹豫，心里很复杂，很纠结。转念一想，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网友哈，跟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50多岁的哈，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大大小小毛病都快要出现了。当我们有一些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哈，不要局限在某个区域、某个国家，因为我们都是 boundless living 嘛哈，我们有这个全球的概念，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去看看别人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哈？也许就是我们会找到最满意的、最先进的、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我们继续会给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在台湾之行哈，除了吃喝玩以外，还有去台湾2个医院看病的经历，因为正好有个病，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今天先分享一下去台大看病的前后经历，包括外籍怎么预约挂号，当天看病的情况和总结，以及后来回到酒店以后更多的比较，回想一下我们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对同一个病的不同的治疗方法，我们的心路历程。因为这给大家说一个秘密哈，你别看 Leo 整天在外边玩的挺欢腾的哈。可是2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现，通过普通的检查就发现那个有肺结节了哈。当然，你一说跟所有的中国人一说肺结节吧，一般大家说，哎呀，没事，谁没有点肺结节？谁没点结节？活这么大了，没点肺结节，你白活。对对对，而且一说哈，我们有肺结节，我们想要去看病，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都不要看，在中国人人都有肺结节。然后呢，三甲医院、人民医院的医生，什么主任医师啊，就说，哎呀，我做过好几万的那个手术哈，这个你这个小的9毫米的这个东西哈，就做个冷冻消融，就像给点个痦子一样哈，啪一点你就让它消失，及早处理就好了。但是这个费用其实并不低哈，当然也可以做，如果真的是最好的方案，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案。然后正好有个机会来台湾，然后我们也打听到台湾的胸外科那个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在亚洲大概数1数2这种的，所以我们想到台湾的医院来看看台湾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哈。有一些我们在美国很多的台湾籍的朋友哈，他们就给我们推荐了2大医院，一个是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哈，就是台大医院简称来说啊，这是台湾顶级的老字号了，公立医院里头是最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台湾最好的另外一个私立医院，就是长庚医院。长庚医院也有好几个不同的校园哈，听说林口的也是最好的。根据美国的比较有权威的吧，官方的评价呢，就是说台大医院特别棒，在世界前250个医院之内的是吧？中国的协和呢，大家都说这是中国第一把交椅，最好的医院，比人民医院强多了哈。但是第一，协和医院不好挂号；第二，就是说协和都不在这个250名里头啊。所以我们说，第一，我们要看看台大医院，因为这是国立医院哈。然后呢，它也不会因为说要赚钱额外多收钱哈，当然也不便宜哈。我们这个第一天这个看哈，已经花了7000多台币了啊。所以昨天我们去看了，就去任何一个医院看大病呢，肯定需要提前预约找专家哈。非常感谢2位朋友啊，他们告诉我们台大的网站，这就是他那个网站上，哎呦，信息非常全面，非常透明，而且又有中英文2个版本，在右上角可以切换，有各种下拉菜单呢，我们可以根据科室挂号，也可以根据病症挂号。例如，我可以挂外科找胸外科，胸外科医生的这个每个科里的医生的背景啊，出诊时间都写得非常详细。我看了几乎所有的胸外科的医生的背景啊，选了2、3个专家，可是只有底色为浅绿色的医生和这个时间段是才可以在网上挂号的。我当时选了一个医生，想试一试用其他国家的护照能不能挂上号。在1月份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么多选项哎，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看确实可以把护照改成美国的护照。那么说现在上网可能也可以挂号了，但是我提前2个礼拜，它其实已经在网上有放号，但是你根本挂不上，网上那些表格我们没法填，因为你没有地址，没有当地的电话，你根本弄不了。所以最后我们想，索性到了以后再说吧。然后来台湾以后，第一站我们就到了台北，我们就住在了台大医院附近，以方便第2天一早就去挂号。因为还不知道哪一天能看到我们想要看的胸外科的专家医生。这就是台大医院了。那个地铁站。首先确定找对了地方。台大有好几个校园哈，我们要去的是这个最老的总部。是到这儿了，排挂号。对呀，都对不对？
在台湾特别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以前在美国用的这些软件都可以用，比如说 Google Map， 这个地址呢是我们在网上自己查的，然后又和当地的朋友确认过的，所以虽然心里迷迷糊糊的，还是进去问问吧。随着人流就进了门，没有像进国内医院那样需要安检，需要把包拿下来过安检，而且如果带水的话还要查一下，它有个东西扫描水。最近我发现义工很多，他们有专门的工作台，所以很快他们就帮我找到了挂号窗口，很快就排上我了哈。我就把护照交上去了，然后说明来意，然后那人查了查就说，哎，有一个资历很好的那个胸外科医生，你要不要看？说今天就可以看上。我说哦，那好啊，那我们就赶快挂上了号，付了钱，用了美国的信用卡，挂号费是130新台币，相当于4美元。医生门诊566新台币，相当于19美元。然后我们就拿着单子去找医生门诊了。在这里特别感谢那些义工啊，穿鲜艳的黄色背心儿，他们非常的耐心和友好，帮了很大忙。那你们进去找15诊，15诊找到之后，你跟他敲门，那你跟他讲说你们拿护照 ，OK， 没有健保卡 ，OK， 这样就可以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哪里？挂号单子上写了病人和医生的基本信息和病人这次来看病的主要原因。走廊里呢人不是很多，大家都戴着口罩，有条不紊的去到各自的地方去。很快我们七拐八拐也就找到了门诊。这里呢我发现空间很小，人满满的，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坐着哈，等着护士出来叫号。很快也就大概10分钟吧，就叫到我们了。为了保护隐私啊，我们后来就没怎么录了，等我们出院以后再详细分享看诊的经历了。看完了，怎么样啊？越看越吓人，越吓人。尽早铲草除根，好吧？我还要没事啊。我要中国骑行了，看又没戏了。医院说了，你这个要做手术，休养得2礼拜、3礼拜才能坐飞机呢。所以你还真21号走不了。如果做手术的话，走不了。对。刚才看医生呢，得到了很多的新的信息，所以我们俩就想到台大旁边，就是228公园里头沉淀总结一下吧，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我们现在在228公园里边。你看 Leo 整天在外边玩的挺欢腾的哈。可是2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现有肺结节了哈。那时候的症状其实就是说整天有点累嘛。后来家庭医生就给他弄了一个，让他去做 CT 检查出来就是说已经有9毫米了，9毫米是毛玻璃式的哈，但是其实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啊，咱们之后再说。老人家在这儿给他弄完了吧？这是郑成功的雕像。总而言之呢，后来我们在美国跟踪了几次吧，直到1年的那次检查，那个医生突然就是说，这个已经11毫米了，你这得赶快去看个专家。那时候我们正在离开加州又回到马里兰的路上，然后去马里兰呢又找一个医生，费了好多精力，比较了之前24年跟25年的这个图像，他认为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他说没事儿，你下次过了6个月或1年再检查一次吧。好吧，所以我们就很相信美国医生啊，我们就回国了啊。后来回国以后，待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是不是也到点了哈？再去复查一下吧。我们去了比较好的人民医院嘛哈，然后他照完了片子是在内科当时照的。这一句话没说，就是看了看我就说把它给做掉。对，就说这个好像不是好东西，你赶快去找那个外科一个什么什么主任啊。后来我上网查了，这个主任确实是好像是全国做这个冷冻消融特别有名的，这个处理肺结节的一种办法叫冷冻消融哈，他已经做过多少万的人了。后来我们就真去看了，挂了个300多块钱的号吧，结果不到10分钟就把我们打发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那个又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我知道美国呢是得等特大了才给你们处理，还必须得要诊断做穿刺，但是你穿刺呢也有风险性，有你做穿刺的功夫，我就冷冻啪给你剃掉了那意思。我们还大概问了一下价钱，他说多少来着？有医保的人好像是所有都加起来大概是3万，但是我们是他的3倍，好像是。就加起来7万，你就知道7万。大概7万人民币啊，就是这也不是个小钱哈，所以我们当时想。不是小钱，1万美元了。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的是，就是说看看我们这个跟保险公司问一问啊，然后我们再怎么办。很感谢我们其中一个网友啊，她老公以前是外科医生，然后我们就跟他这个经历都跟他分享了。还有另外我的一个原来马里兰的一个朋友啊。总而言之，大家的感觉就是说呢，你应该找 second opinion。正好有一个机会呢，今年年初我们来台湾，我们听说了好多在美国的台湾的朋友。也都回台湾做一些病，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几个朋友做心脏支架呀，好多这个大的手术，他们都是不在美国做，都跑回台湾做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我们就来了。对，总而言之，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干脆用来台湾这个机会来看看病吧，哈。都说台湾的这个医院呢，医疗又好啊，又还便宜。然后我就打听说，到底去台大医院呢，还是去其他好的私立医院？听说长庚医院那也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啊，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去台大，不是纯商业性，所以的话。就感觉他们不是说为了赚钱而要 over treatment。我多说一句，实际上在北京呢，就有这种担心，因为他基本上我看那片子都不带看的，就说啊，你就把它做手术或者做消融，就感觉好像就是赚钱的机器那种感觉哈。他这边你看台湾我们来了以后，这医生花了好长时间在这看片子，这就是对。在挂号的时候呢，个 local 号码，我们就用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填了酒店的地址，这样就我们终于挂上号了。然后我没想到的是，而且很快就看上了，不到1个小时，你基本上就看上病了啊。然后这医生把我们拿来这个大胶片，这在北京是不可能的，在美国需要预约我电话，在北京呢，在北京你也是得要提前预约是吧？你也弄不上吧？不知道，也许咱们不会加号哈。但是反正这是在这个北京照的这个片子哈，其实很详细，好几张片子啊。人家这医生哈，一张一张，一个格一个格，这里头好多 grade， 很多这个叫断层切片嘛哈，他所有的都看了，然后他最后找到这点了，他说你看啊，你这个10有8九是恶性的，最好是给它铲除，但铲除的时候呢，扩大点边儿，多弄个边儿，就等于是微创给它挖出去，他说这样比较彻底。然后我说，那冷冻消融呢？他说那个消融啊，只是给你冻一下，那东西还在那儿。也做不了切片，也做不了病理，所以呢，并不能判断你是良性恶性的。我就问他，那你做这个？他说基本上还没有复发的。我不知道是吹牛还是怎么着啊？我不知道说不说这句话。但是这个医生呢，他说消融是复发概率很高。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医生并不是最有名的一个医生哈，但是那有名的医生根本你挂不上。其实有两波朋友给推荐的医生根本都挂不上，人家只对内部员工来说的。所以，但是这个医生我看资历也很强啊，下边的步骤就是去做 CT， 说都排到2、3月份的好几个礼拜之后，所以他现在给我们推到另外一个校园里头去做，下礼拜4才能做 CT， 做完 CT 以后2、3天去跟他这儿回访，他基本上定好位，然后就可以决定做手术了。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过程，他的建议就是说，做完手术以后2个礼拜能飞日本，3个礼拜可以飞美国，就那意思。实在不行，我延长在这儿。现在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愿意这么做了吗？我现在还到了那一步呢。现在是做完 CT，然后再和他谈的时候再决定。行。美国是1.8公分的就可以做手术了，他说日本更长，日本2公分。但是他就没说呀，中国医生告诉咱们了，欧洲按8毫米就认为是一个够大了，就可以做手术了。上次我们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问过，他说我说你按美国的标准还是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他说我们主要是尊重医生的judgment。对，当地医生如果认为这个需要切除够大了，他就可以，他不是按美国的标准，这个他说过了。那就这样，咱们就先做 CT 吧。那看来在台湾还要多待一段时间。然后另外呢，就说费用吧。刚才我觉得我也吓了一跳哈，我们就早上这个门诊一下收了7100多台币，230多美金，有点像北京的专家号。年龄也有50岁，40多岁。对，50出头这个样子，挺好的。前面挂号的696新台币并不贵，大概也就是23美元，只是后边加的 CT 6400多新台币。比北京的要贵了8倍多。但是我们问了医生做手术啊，他现在他们有健保的人是2万多台币，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10万台币。那我们一算一下，10万台币，那就相当于3000多美元，3500美金不到。那比国内还是便宜，是不是？你在中国那个算的，我们得上1万多美元了。问题我们在美国，就我们现有的这种医疗保险，如果能在美国做，现在美国不给做呀，关键是。对。如果即使是在美国能做的话，在美国我们也得付30%，你算算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我现在感觉就是说世界各地处理不一样，美国是过于保守，就什么时候等到你证明你这是恶性的，但是那时候可能你已经错过了最佳处理时间了。真的，我听了好多医生这么说。那亚洲有些国家呢，因为有些比如尤其是私立医院哈，他为了这个效益，他又过度的处理，什么都想给你插一刀，切这切那儿的，所以我觉得要找好这么一个平衡点的地方还真不容易。那希望这个台湾这个医生的处理办法是居于两者中间的这种
比较合适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他说的很肯定，而且我觉得他那点也很绝，他说我说你这个再复发，这种做完了以后复发概率是多少？他说还没有复发过。那至少我觉得能管他10年8年，我觉得也就值了。再管10年8年我都多大了？就从费用来说是这样啊，感觉比国内还便宜。然后我感觉这个生活环境显然肯定比那个北京空气要好。这空气好吗？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天是蓝的，至少现在是多少度啊？你看天气晴朗，我查查气。我们在的时候，台北1到2月份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1、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15度左右，非常的舒服。只不过是通常的阴雨天比较多，但是我们在的时候非常走运，晴天特别多，空气指数多数都在30到60。相反，跟我在北京待的1到2月份是北京最不好的季节，最干冷，晴天虽然多一些，但是 AQI 多数是在60到110，最高气温是2到8度，最低气温是-8到-3度，比台北冷得多呀。台大看完了以后，当天还感觉挺好的，但是呢，回来呢，我又跟几个我的朋友聊了聊，有以前当医生的，他们又说为什么不做另外的方案，我就不详细说其他的方案了所以我又心里开始打鼓了然后想半天，后来又觉得，也许我们应该再去找一家长庚医院，这个私立医院。我知道它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我主要想确定一下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类似于台大医院这个建议做这种微创手术里也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式来定位吧。其实主要差别在这儿。最近这几年我知道用达芬奇的这个机器人来做有更好的定位方式什么单孔多孔我也不太懂吧。总而言之，还有更新的技术。长庚医院据说在台湾在技术方面是更领先的。总的来说，要想排除的是不是要开胸取肺叶，还是说像人民医院那种就像点痣一样的冷冻一下把你弄掉，也没有做病理的，还是说像台湾台大医院建议的微创手术还有加上美国的办法，就是等长大了你跟踪吧，等你确定是恶性的时候，我觉得美国那个治疗方法又太过于保守了。当时人民医院呢就告诉我们，美国、欧洲跟亚洲的这个临界值是不同的美国是最保守的，得20毫米他才会采取行动至少得18毫米以上吧，不然你像美国医生老是2年前就让我们你随访你做个 CT 就是说没事你就等着吧。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听说过多少案例等时间太长太晚了，有些地方吧又过于治疗了，是不是有赚钱的目的这种的一点小东西他们就要给你做手术这那的，像人民医院。所以我们想找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其实做任何这种医疗处理不都是 cost benefit 嘛，对吧？你损伤身体做一定的手术肯定对你身体有损伤，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获得更好的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这些方面，所以这要找个很好的平衡点。后来呢又通过这些 AI 的手段的聊，其实真的发现他们还真的很聪明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台湾、中国亚洲比如说和美国的治疗方案比较一下利跟弊，人家这个 AI 都给我们做出很好的表格就是咱们不聊细节吧， AI 里头就跟我们说台大和长庚医院首先他们都是主张微创的只不过说在定位方式上有点不一样。长庚医院呢是私立的，比较有钱，他买的仪器设备就比台大当然要先进，而且呢他很多病人也都是有钱人自费的人，所以呢他们做那个的就比较擅长，据说是亚洲最早采用达芬奇的就在长庚医院。那台大我们觉得可以理解，我们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多数就是普通老百姓，达芬奇这个肯定是更贵了，所以他们的治疗采用原来的那种就是这个胸腔镜什么之类的。他刚开始还想用我们在人民医院照的那个 CT 去定位呢，我在跟台大医生聊，他就在眼睛那么看呢，他就找到这个位置当然是好了，但是这个东西真是做手术需要很精确的定位是吧？那这根本不行。再有说这是去年11月份的结果我觉得你现在如果做手术的话肯定要重新做个 CT 吧，重新定位，还要看有没有变化呢，对不对？而且另外有一点台大这个让我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说我建议呢，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个全身的 CT， 要加 contrast 加对照这种的更准确定位。他说不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好，而是说你那样要排到3月份去了，说你们旅游在这儿
儿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嘛，我们的签证只能最多待3个月嘛，这就说明台大的资源也是受限制的。所以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最好的呢？总而言之，跟着我们继续看吧，是我们在台湾就医的过程哈。你一定猜到了，我们几天后又去了林口的长庚医院，见到了著名的胸外科主任医师。咱们下次再详细分享我们的心路历程吧。谢谢收看，下次再见，拜拜。